好痛，这是哪儿？一个巴掌狠狠地打在他的脑袋上。谁家养个大小姐也不至于一场三干才起啊！更何况我们这逃荒的穷苦人家，别家的姑娘一早起来，要么四处挖野菜、提水做饭，我最命苦，养着一大家子，还得伺候你这千金大小姐。屁！也不看看自己有没有这命。舒婉下意识地抬腿去踹下手之人，然而腿都没抬起来，人又摔回草垫子上。我怎么变成废柴了？哎呦，还敢动我？谁给你的胆啊？娘，别打姐姐了。姐姐，你别埋怨娘，娘也有苦衷，我们做儿女的也该多体谅她，你说是不是？等，我仔细瞧瞧。姐姐，你是不是怨我？姐姐，这是我的早饭，先给姐姐吃，你不要生娘的气。这家子人就没个好东西，原身在这之前已经2天没怎么吃饭了，可没见这善良的继妹分给他一口吃的，还时不时 PUA 原身，替他干这干那呢。舒婉便一把夺过来，3口2口便将这温热的窝头下了肚。好妹妹，多谢你的窝头，不知道我今天的早饭在哪儿，我怕再不吃些东西，人就真饿死了。吃了窝头就赶紧起来干活。这贱丫头，向来不敢违逆我的命令，今天也不知道是不是吃错药，看你是真的好日子过腻歪。突然飞起一脚，踹在他的胸口上。我这是被舒婉这个死丫头给打了。你这贱丫头，今日我不教训教训你，明日我便把你卖窑子里去。要是我的空间也跟着过来就好了，我空间的东西多得海了去了。念头才起，舒婉就听叮的一声，他的脑海里就出现了他的仓库。凤娇啊，不要再打了。可惜啊，是个渣爹。舒桂山夫妻心里还有个特别的念头，那就是拿着美貌又不得宠的女儿卖了换粮食。半夜就出去，可提前找到吃的。除了一点野菜，其他的都没有。再这样下去，走不到随州府地界儿，咱们都得饿死在路上了。你这干嘛去啊？找野菜去。娘，真的要把它给卖了？自然得卖，家里存粮马上见底，剩下一点种子都得动用了，不卖他卖谁啊？哎呀，卖明月！你疯了？那是你亲妹妹，不卖舒婉卖你亲妹妹，你怎么想的你？你想都不用想，她是要给家里换救命粮食的，你们好歹是名义上的兄妹，不可能在一起的。既然早晚得卖，那我这个继兄先尝尝鲜，是不是也在情理当中呢？反正舒婉为人木讷胆怯，料想她也不敢说出去的。舒婉察觉有人恶意盯着她，回头一瞧，正瞧见舒大福那双满是算计的双眼。德性，早晚收拾你们。不多时，便找了僻静处，利用灌木丛遮挡，直接进了空间。在下有些霉运在身，还是离我远些为好。空间是末世开始前便觉醒的，看太多的末世小说后，他敏锐地察觉这是一种警醒，于是那时他便非常干脆地将父母留下的房子卖掉，趁机囤积了不少货物。在这古代，哪怕只守着他囤积的物资，什么都不干，也能舒舒服服地活到110，肚子填饱，人也有力气思考现状。第一，我现在在逃荒，是个难民。第二，亲爹后妈想拿我卖给地主老财换粮。第三，书中剧情除了自身那一点内容，其他只知道大概，原著详情未知。最后想逃跑不容易，没有官方盖章录印，哪都去不了。舒婉即便有粮，也不愿拿出粮食养一群狼心狗肺之人。才出了林子，忽然瞧见不远处一瘦弱男子背着背篓走得踉踉跄跄，周围几个不怀好意之人正围着他，似乎想抢他身上的背篓。好看。舒婉看帅哥总自带滤镜，还忍不住多看2眼。那几人抢了背篓里的野菜和一点野果，就四散跑远。年轻后生还无奈地摇摇头轻笑。他们抢你东西，你不生气吗？猛不丁出来一人，
谢焕谦吓了一跳。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。姑娘，在下有些霉运在身，还是离我远些为好。霉运？我运气不好，有人说离我太近，容易倒霉。舒婉循着他的视线望去，就看见刚才抢了他东西的几个人竟前后脚摔在地上，摔了个狗啃泥。他娘的，杏儿郎果真带着霉运。那这些东西咱们还吃吗？吃啊，不吃饿死吗？这人砰的一声又栽到地上，牙又掉了一颗。呸！真是见了鬼了，怎么这么倒霉呢？你家不是没粮了，干脆拿去煮了算了。不要，万一全家吃了都倒霉了怎么办啊？几个人看着地上的东西，竟像看着什么毒物，转身赶紧跑了。都说了不要抢我东西，偏偏不听，这下倒霉了吧？好家伙，原以为是个纯洁君子，没想到是个黑芝麻馅儿汤圆儿。你怎么还在这儿？你不怕出眉头啊？可我不怕，因为我恰好是天底下福运最深厚之人。谁家福泽深厚之人瘦成这样，还出现在逃荒的路上？这四处人心混乱，姑娘还是不要离开队伍为好。小生先行回去，姑娘多加小心。吃东西比谁都积极，干活的时候这么没用，菜都找不回来一点儿，下顿直接啃泥巴得了。舒家似乎已经吃过晚饭，却没人给舒婉准备，起身去驴车那儿，伸手摸出俩芋头来。你干什么？把芋头放回去！再喊我让全村人都知道，咱们家还有一整袋的芋头。舒婉，你发什么疯啊？这粮食难道不是你家的？你们先自问，这些芋头有我的份吗？我饿昏过去，你们尚且不舍得给我吃两口，我还指望什么？还不如嚷嚷的全村皆知，说不定他们抢了芋头能分我几个。舒桂山，你管管你闺女，我是后娘，管不得她了。哎呀，她没吃饭，让她吃就是了，何必闹得如此难看？舒婉啊，你也是，苗氏再如何也是你母亲，难道你这是指责我这个当爹的对不住你？我不指望他心疼我，可你是我亲爹，却伙同后娘想将我卖给财主，难道您觉得您挺对得住我的？舒婉，这是你跟父亲说话的态度？不然呢？等着你们一家子将我饿死，我还得感谢你们，在地府保佑你们升官发财。你再说一句试试！舒婉直接将芋头举起来。我不说了，你吃就是了。明月妹妹，我身体虚得厉害，我知道妹妹最是心善，定舍不得我如此辛苦，所以劳烦妹妹帮姐姐煮熟。舒明月见父亲不再阻拦，委委屈屈地过去接了芋头。还别说，指使这个白莲花妹妹的感觉还不错。那些芋头本是咱们家留着救命的，今日她吃2个没问题，可如果长此以往下去，咱们全家就该饿死了。等到了镇上，咱们便领着他去拜会地主老爷。这一家人真是打得一手好算盘，也不怕算盘太大崩了牙。爹，您就这么见不得我好，想将我一生断送吗？你胡说什么？究竟是我胡说，还是后娘居心叵测，不敢让我知晓啊？舒婉啊，你莫多心，爹没那意思。没那意思是什么意思？你敢说你没打算将我卖了？周遭睡得正香的人也纷纷起身询问。舒婉，怎么了？舒婉呐，有话咱们自家人说，你快闭嘴。苗氏是我后娘，我不指望她心疼我，可你是我亲爹，却伙同后娘想将我卖给财主，你对得起我娘吗？站起来，直接往黑暗中的山林跑去。舒婉呐，你别往那边去，快回来！大福，赶紧起来去追你妹妹。本来还愁找不着机会提前享用这美人儿，没想到现在就给了她机会。你这么想占人便宜，你说我直接给你切下来怎么样？谁站在那里？妹妹，我是你大福哥，你别怕啊，大福哥这就带你回去。我回去并求爹娘不将你卖了，你就给我做娘子，可好啊？舒婉飞起一脚，直直地踹向舒大福的下身，他空张着嘴却发不出声。我的蛋还在吗？刚才是舒婉踢的我吗？很奇怪，
你为什么？因为你该死！你这么想占人便宜，你说我直接给你切下来怎么样？叔啊，我错了！看在这么多年的情分上，求你饶了我吧！饶了你？你觉得我会杀了你吗？你不要过来！你不要过来啊！又在他裤裆里重新补了一脚，确保这蛋彻底成了坏蛋。舒大福已然疼得满地打滚哀嚎。回去知道该怎么说吗？我知道。大哥，前头有一家继母啊，似乎想将妓女卖掉，不巧被妓女听到了。那姑娘气性也大，竟深更半夜进了林子。这会儿那家人正忙着找人呢，这日子再苦再难，忍忍也就过去了。偏生为一己私欲啊，要将妓女卖掉，何等心狠呢！不过那姑娘也是大胆，白天进林子尚且不安全，晚上恐怕更加危险啊。他不由想起白日里碰见的姑娘，似乎也在那个方向。舒婉，你还有脸回来啊你？你再敢动手，我立马将玉套全部给扔出去，看看谁更倒霉。躺在草席上的舒大福听见舒婉的声音，浑身便开始发抖，人也呜呜地哭了起来。我的儿啊，你这是被谁打的呀？怎么会这样的狠心呢？舒大福从缝隙中瞥见了舒婉的脸，瞬间吓得脸色苍白，别说是说出真相了，就是一个字眼儿也不敢透露的。哥哥成这样子了，姐姐你还能吃得下去啊？怎么，你哥哥要死了，旁人就不能吃饭了？这是什么道理啊？你竟拿一家的救命粮食威胁家中亲人，也不怕遭了天谴？想将妓女季姐饿死，甚至卖掉的人尚且没有得到天谴，我一个只求温饱的弱女子，老天爷可舍不得惩罚。今天便启程了，明天一到镇上就赶紧找去财主家，好歹先去找大夫瞧瞧。夫君，你且不能心软了。你急着卖掉舒婉，是不是为着大福？以后是要为我们养老送终的人，如今却因为舒婉成了这副模样，我为他着想怎么了？不若将我卖了算了，也好成全你们的父女之情。在这古代，父权大于天，在太平年间或许会被人诟病，可这是在逃荒，大家都这么做，就不会有人提出异议了。想要脱离舒家，还有一个法子，嫁人，还得在赶去镇上之前嫁人。可嫁谁呢？救命之恩，当以身相许。谢公子，你说是不是？在下腹中实在饥饿，要采取各位填饱肚子，只求各位不要有毒。姑娘，怎么又是你？怎么一点声音也没有？如此极品，竟还单身，即便是为了能多吃2口饭，这男人也得拿下。舒婉伸手将蘑菇拨开，别看他长得平常，只要这一株便能要了人命。在下谢怀谦，多谢姑娘救命之恩。救命之恩，你拿什么来吧？谢怀谦一愣，却又迅速反应过来，伸手想去掏钱。不用这个，救命之恩，当以身相许。谢公子，你说是不是？我听说有一家继母不辞，想要卖女儿给地主家，那将被卖的人便是姑娘。是。舒家之所以卖女，盖因粮食短缺，不论钱或者粮，都能解姑娘之困。可在下一介书生，家中存粮亦不多，更无几两银钱，恐怕难以帮到姑娘。取出1角银子递给舒婉。姑娘，不如你拿去交给你父母，先度过眼前难关，再劝说他们打消念头，全家共同度灾。若是不够，以后我再想办法贴补其他东西，如何？继母想卖了我换银钱，好找大夫医治我继兄，所以如果我不在此之前嫁人，等待我的便只有嫁给地主做小老婆了。说着，舒婉还装模作样的抬起袖子，轻轻擦了擦眼泪。谢公子，我可以与你约定，待来日逃荒结束，我便主动下堂，绝不占用你妻子的位置。我这霉运，许多人，哪怕我家里人离我太近，也容易倒霉。姑娘可以多思考片刻，终身大事比不得其他，不可随意定下。如果姑娘反悔，我便只当今日没见过姑娘，
还会给姑娘一些银两，渡过难关。如果姑娘执意要嫁给我，那便得做好会被牵累的准备。公子好歹也是读书人，怎么能被这种莫须有的东西所影响？从袖里直接掏出2大金镯子递过去。你拿着金镯子去提亲，镯子你都可以给他们，但是要他们写下断绝关系的文书。这样一来，恐怕世人会对姑娘诟病。都穷得要卖女儿了，也拿了银钱了，断绝关系不是应该的吗？公子以后是要继续读书科举的人，关公子言行想必学识也不错，假以时日，说不定便能鲤鱼跃龙门。像舒家众人皆是无利不起早的人，难道公子想看到有朝一日这家人打着公子岳家的名号在外行走，那岂不是污了公子的名讳？我这就回去与我母亲与兄长商量，再写一份断绝关系的文书出来。多谢公子。或许今日之后便是一家人。姑娘这样客气，可就折煞在下了。舒婉呐，不是爹不疼你，而是如今只有你能救全家人了。恰在此时，一对装扮干净的母子朝舒家走来。听闻舒家有女温柔贤淑，我特来替我儿提亲。提什么亲？我家女儿不嫁你谢家。又穷又倒霉，娶什么媳妇儿？你们娶得起吗？才丢了驴子和家当，舒家夫妻满心烦躁，对视一眼就知道对方的心理想法，那就是卖掉舒婉，再买一头驴。想都别想！娘，我这腿是舒婉打的，也是舒婉给踹的。我去撕了他！哎，别娘，我们不是还要卖了他？你看你成什么样子了？弟弟妹妹尚且都饿着，你也好意思自己吃独食？他们尚且有亲娘惦记心疼，为他们打算，我有什么？亲娘早死，亲爹又成了后爹，再不为自己着想，岂不是得饿死了？你这话也不怕丧良心？不怕。卖给地主老财，你们舒家便有颜面了。我家二郎再如何也是个读书人。你这话也不怕丧良心？不怕。那驴车上那么多芋头，做不得假吧？我饿晕过，但你们饿晕过吗？啊，让你们见笑了。这样的孩子恐怕……舒婉姑娘至纯至善，自然是极好的姑娘。这是我们谢家的彩礼。只瞧着这镯子，舒桂山的心就砰砰跳动起来。舒婉也瞧见了宁氏手中的镯子，却是眉头一挑，1只，而不是2只。家里虽然贫困，但破船上有3000锭，这是祖上传下来的。原先有1只已经给我家大儿，这1只便是我家小儿的聘礼。旁边苗凤娇瞧着眼睛都要红了。唉，也罢，总归是相识一场。那便……我们谢家还有个要求，我们谢家也是拿了全部身家来聘媳妇。我希望舒家写下文书，自此后舒婉与舒家再无瓜葛。既然是说亲，哪有提这样无理要求的？这将我家女儿放在什么位置？说出去平白惹人笑话，还当我舒桂山是要卖女儿呢？难道不是吗？自然不是。卖给地主老财，你们舒家便有颜面了。我家二郎再如何也是个读书人，舒婉到我家也是正头娘子，是愿意做地主小老婆，还是正头娘子，这还用得着选吗？不过若您执意要正常嫁女也没问题，那么便按照逃荒前村里娶妻的聘礼便是了。哎呀，卖给地主老财与卖给谢家又有什么不同啊？村里卖儿女的多了去了，咱们也不显眼。何况如果谢家不乐意了，咱们真得卖给地主去。可是……哎呀，没什么可是。那等到了前头镇上……不用，我儿已经写好，你只需看过，找见证人见证一下，摁手印便可。俺已经签字画押，哪能说不卖就不卖啊？明月还小，谁都不许动它。婉婉啊，若非逃荒，爹也该为你相看人家。不料天灾难熬，硬生生将我女儿拖到这时节。今日卖了便说卖了的事，说这么多废话干什么？或者说您又舍不得卖我了？舒婉，我是你父亲。很快就不是了。1式3份，白纸黑字。舒婉啊，父女一场，
只盼你来日能记得你是我舒桂山的女儿。舒婉长叹一声，朝着舒桂山盈盈一拜，也算全了父女俩最后的情分。舒婉最后喊你一声爹爹，既然你已经将舒婉卖给谢家，那舒婉日后便只是谢家妇，是生是死，是荣华富贵，还是饿死乞讨，都与舒家无关。同样，来日不论舒家贫穷与富贵，都希望你能记得今日所约定，莫要反悔，为人不耻。你别怪父亲就好，父亲实在没有办法。女儿理解您，大福哥即便不是你亲生，却也看似亲生。明贵与明月是你与现在的妻子所生，又是幼子幼女，你也不舍得。唯有我这个自小没了娘的，反而牵挂少些。我娘泉下有知，想必也能理解您的一片拳拳爱女之心。周围的邻居更是指指点点，舒桂山想要解释，却又说不出口，因为舒婉说的都是实情。爹，要不别卖大姐了。住口！大姐，爹娘也不舍得卖你的，你怎能说出这样绝情的话？既然妹妹如此通情达理，爷，妹妹今年也14了，嫁人也可以了，不如卖她多好，还能全了您对发妻的一片赤诚。既然已经签字画押，哪能说不卖就不卖啊？明月还小，谁都不许动她。看什么看？我好看吗？今日爹娘能卖了我舒婉，但明日需要银钱时，又该卖谁？好孩子，跟娘回家，走吧。舒婉点头，头也不回地跟着宁氏便走。众人以为舒桂山即便卖女儿，也是先卖舒明月。舒婉到底是发妻所生，而发妻几是一家，当初对舒桂山还有恩情，如今人死，女儿却被卖，当真是恩将仇报。徐宁村的村长深深地瞧着舒桂山，临走时问他：他日下到地下，你是否有脸面对几家众人？谢怀谦面上挂着勃勃红晕，有些不敢盯着舒婉瞧。他将二人的手叠放在一起，以后好好过日子。瞧着谢怀谦那张微红的脸庞，舒婉忍不住轻笑。这下可好，谢怀谦的脸就更红了。舒婉，你过来与我一起做饭。现在人多眼杂不方便，那镯子晚些时候我再给你。那镯子本就是你的，只是没与你商量，便擅作主张，只拿了一只。原先想着先拿一只作为谈判，如果实在不行，再将第二只拿出来。没想到事情竟这样顺利。那等我兑换了银子，再将那2两给您。那也不必。听二郎说你不嫌弃他名声不好和身上霉运，我已经非常感激。即嫁入我谢家，那出个聘礼也是实属应当。金镯子让你来出，已经让谢家羞愧不已，哪好再让你还回来？逃荒虽难，但也不是撑不下去。谢怀谦与舒婉隔着一段距离，悄悄打量舒婉。看什么看？我好看吗？谢怀谦长这么大，遇见的女子除了他娘，便是曾经的未婚妻。至于村里的姑娘，哪个见了他不是捂着脸快步逃开？谢怀谦脸涨得通红。你们读书人不是最讲究实诚和君子之风吗？好看。这谢怀谦看着好像个小奶狗，还挺可人心的。舒家今晚估计不好过，只是那只金镯子会在谁身上呢？给他们留着，想屁呢！若你愿意留在谢家与我做夫妻，不管怎样，我都会一生敬你爱你。不想白白便宜了舒家。所以傍晚时，前头有村长家的小妇人跟他打听事情时，他便隐晦地提了自己是被谢家买来之事。拿什么买的？谢家唯一祖传的一个金镯子，外加谢家所有的家当。我定不会告诉他人。他们虽然不仁义，可我也不想他们都无妄之灾。晚饭用完，宁氏在板车上将铺盖卷开，招呼舒婉过去休息。不急，待会儿再说。你想看热闹？舒婉并不意外谢怀谦看穿他的心思，反而很赞赏谢怀谦的聪明。你不想看？想看。本该好好办一场婚事，奈何条件不允许。等来日安顿下来，必定为你跟二郎好好办一场。我不讲究这些的。你不讲究是你大度，我们谢家却不能因此失礼，让你名不正言不顺。就这么说定了。瞥一眼不远处的谢怀谦，你俩本该洞房花烛，可惜条件也不允许。而且即便换个环境，恐怕二郎他身体短时间内也难以。
我懂，夫妻间不急于一时，待二郎养好身体再说。开玩笑，我们这夫妻怎么走在一起的，两人再清楚不过。即便今日谢怀谦身强体壮，我俩也不可能在这野地里滚床单，好吧？去与他说说话，晚些时候便与我睡在这车上吧。舒婉应了，过去蹲在谢怀谦边上。我娘并不知道我们的想法。什么想法？你为了逃离舒家才愿意嫁给我的事儿，但这世道对女人本就苛刻。如若你以后有更好的去处，我必定不会拦你，或者说哪一日我突然死去，你也不必多想，更不用为我守寡，直接改嫁或者走人都没有问题。届时我会提前安排好。如今我还活着，若你愿意留在谢家与我做夫妻，不管怎样，我都会一生敬你爱你。钱也没了，女儿也没了，不管怎样，我都会一生敬你爱你。当然我名声不好，又有霉运当头，你离我远些也是好的，只是有些事我如今也无法办到。这么个帅哥竟然这么纯情，天哪，真想伸手捏一下他的脸。舒婉不光这样想了，还真的就这样做了。睡了。谢怀谦呆滞，脸上似乎还残留着少女捏过的触感。昨夜还是光棍一条，今日便娶了娇妻。谁偷了我家的金镯子？纵然在荒郊野外，大半夜的这样一喊，仍将不少人惊醒。哎呀，我家的金镯子呀，哪个丧尽天良的给偷了去啊？舒婉轻笑，这是一夜也没能保得住，你就不担心他们认为是你来找你的麻烦？那有何惧？总不能女儿卖了还能叫她周回去重新卖一回。再说了，他们有证据是我吗？没做过的事儿我可不会承认。他非但不怕，还要过去看热闹呢。才走2步，谢怀谦也跟上来。天晚路不好走，娘子还是小心些为好。走。好了，桂珊，你先让你婆娘别再哭了。什么叫别哭了？那可是一个沉甸甸的大金镯子。钱也没了，女儿也没了。舒婉，是不是你？旁边的谢怀谦忽然挡在舒婉面前。一起住手！舒婉抬手一巴掌赏给他。你闹什么？妓女殴打母亲啊！老天爷呀！舒婉，她好歹是你母亲，养育你这么多年，便只配一巴掌吗？若是你记性不差，就该知道，昨日你与谢家婆母一手交钱，一手交文书。我舒婉虽然还姓舒，却已成谢家妇，此生此世与舒家再无关联。即便我谢家都不舍得动他一根手指，谁若敢欺负于他，我定不与他善罢甘休。我舒婉虽然还姓舒，却已成谢家妇，此生此世与舒家再无关联。他若打舒家女儿，自然与谢家无关，谢家也无可智慧。可我已经是谢家妇，今日我任凭他殴打，来日我婆母找过来，您将置于何地？岂不是让您成为言而无信之人，或者是拿女儿骗人钱财的小人？金镯子乃是卖舒婉所得，此等全家救命银两，您不去追究他的责任，反而纵容他殴打非你舒家之人，这是什么道理？舒婉为谢家妇，即便我谢家都不舍得动他一根手指，谁若敢欺负于他，我定不与他善罢甘休。桂珊呐，舒婉已经不是舒家人，你们打骂不得他，再如此无礼，谢家打上门来，我等也无法阻拦。舒婉说的也对，好好的金镯子怎么就能丢了呢？咱们徐宁村的人虽然穷困，但我相信却没有人会做下这等大恶之事的。你说那金镯子是真丢了还是假丢了？你忘了昨日下午村长的儿媳来找我聊过天。但找你聊天的人不止村长家，可其他人不一定能大胆到大半夜直接给偷了，少不得犹豫再三，瞅准时机再动手。就他还是村长呢？村长又如何？队伍又开始前行，再往前过20里便是这边镇上。紧赶慢赶，终于在日上头顶的时候到了镇子。平整的街道上空寂无人，莫说乞讨，便是带着银钱也找不着地儿买东西。
我且四处瞧瞧，看能否换点粮食回来。四处都是逃荒之人，你一弱女子，我如何心安？我与你一起去。不用。开玩笑，自己一人出去，尚且可以找到没人地方弄点粮食出来，带着人还怎么作弊啊？非也，我的意思是，下次打人换个地方打。见他走远，谢怀谦无奈，忙想着追上去暗中保护。然而他这身体也实在不争气，才出去没几步，便觉得呼吸不畅，身体虚软。再抬眼，舒婉人早不知往何处去了。大郎，你且去找找舒婉，她一人出门本就不安全，这会儿若是不回来，可怎么好？谢怀慎应了，忙不迭地出去找人。谢怀谦心中焦急，却又安慰母亲：娘，舒婉聪慧，定能平安归来。方才我就该使劲拦着，若出个什么差池，此生我也不能原谅自己。好在没多久，谢怀慎便与舒婉一前一后回来。舒婉大大方方地将粮食拿出来，推给谢怀谦：喏，做饭吧，饿死了。谢怀谦看着他眨眨眼，宁氏刚要开口询问，谢怀谦已经拿了粮食，拽着母亲去做饭了。你都不问问舒婉这粮食哪来的吗？为何要问？谢怀谦知晓舒婉身上有秘密。行吧，但总归是我们欠了他的。人与人相处，莫要计较这些。他既然肯拿出来，便是将我们当成一家人。舒家那边已经圆寂，他心中恐怕也不好受。往后咱们待他只当亲人，爱他护他便是。太过生分，他自己恐怕也难受。也只能如此了。将粗粮盛出，又熬一锅野菜汤，再从板车上的坛子里捞几根腌萝卜，一家人的晚饭也就成了。天亮后，四处难民议论纷纷，兄弟二人子孙代都碎了，人也被打得厉害，众人心生恐惧。你想问什么？这两人是你动的手，他们不是好人，受到惩罚也是罪有应得。但是我为女子，他们为男子，我这样行事不合女子温柔娴静的要求，不该让人断子绝孙，不合女界规范。听他言辞犀利，面带嘲讽，谢怀谦便知他心中不爽快。非也，我的意思是，下次打人换个地方打。非也，我的意思是，下次打人换个地方打。只照着一个地方打，难免引人怀疑。他们三人不说则罢，若想明白其中关卡联合起来，双拳难敌六手，吃亏的不还是你吗？如果是你，打哪儿？哪里用得着打？我多碰他们几下就可以了。谁让他的霉运能传染呢？照你这么说，就该把你派到边境去。但凡敌人来袭，偷偷将你送往敌军大营，将人将领摸上一遍，便能大获全胜。要守边将士做什么？你看我跟你这2日倒霉了吗？你与我虽然成一家人，可又未与我……话说不下去了。圆房，下次打人换个地方打，不能只照着子孙代打，或者干脆把脑袋给拧下来。说完，与谢怀谦去密林，谢怀慎与宁氏留下看着家当。里头不比外头，万一孙氏兄弟找人报复怎么办？自然打回去。你怎么打？就那么打。不过你放心，这次再有人不知死活，我肯定折了他的腿，不往子孙带上招呼了。你休要说了。舒婉笑得更欢了。别走太远，5时之前，不管能否找到东西，赶紧回来。知道啦。找东西不存在的，我空间里的东西，即便是我8辈子不工作都吃喝不完。至于所存物品种类，那更是全面的要命。舒婉，谢家人待你好吗？张婆婆，是婆婆没本事，不能看顾你啊。这不怪你。舒婉呐，你跟着谢二郎就没遇到啥倒霉的事儿啊？倒霉的事儿没有啊，好事儿倒是遇上了。说着，他将背篓往他们那边靠了靠。你看，我运气好得很，在林子里捡了一只野鸡呢。舒婉不再管他，跟张婆婆道别，往外头去了。姐，你果真不认我们这些亲人了吗？你在开玩笑？认你们？你们是谁啊？才走2步，便瞧见苗凤娇与舒明月正瞧着这边，神色复杂。大姐，舒婉，大婶儿，有事儿吗？大姐，你果真不认我们这些亲人了吗？你在开玩笑？认你们？你们是谁啊？你们莫不是忘了，我如今是谢家妇，
跟你们舒家可没有半点关系了。怎么，听见我背篓里有野鸡了，肚子里缺油水想吃肉了？哦，差点忘了哈，你们家的驴子没了，家当也没了，卖闺女的金镯子也没了。我可怜的儿子呀，我的金镯子呀！现在你满意了吗？你们母女二人打的什么算盘，我一清二楚。莫说我与舒家早就恩断义绝，便是没有恩断义绝，也绝无可能拿谢家东西补贴舒家的道理。舒明月，你觉得你大哥现在都那样了，你爹娘会怎么筹钱治病呢？说完，舒婉背着背篓扬长而去。没找到东西也没关系，我找到一些蘑菇。我以为没东西呢。可里面也没多少东西，就一点马齿苋和一只野鸡，还有一点干果。野鸡？林中竟还有这等野味？这一下，宁氏和谢怀慎也跟着看过来。这东西其他人可知晓？知道啊，不少人都知道了。果然有不少人在往这边看着。这可怎么好？自家吃独食，不得被人针对。可如果分食，这么一只鸡还能剩什么？哎呀，大大方方的煮啊！前几日有人吃驴肉的时候，可不曾想着你们。今日咱们煮了鸡，我看谁敢过来。夫君，你来煮鸡。好。谢怀谦被这一声夫君喊得面红耳赤，眼睛都不敢瞧舒婉了。想吃鸡可以来啊，我保证不藏私啊。就谢二郎那霉运照顶的名头，他煮的鸡谁敢吃？原本还想着喝口汤也是好的，如今也就闻着味儿了。甚至还有人怀疑，闻了谢二郎煮的鸡的味道，会不会也跟着倒霉？也有谢二郎啊，你好歹也是读书人，不知君子远庖厨吗？女人家该干的事情，你这么做像什么话呀？圣人言，一屋不扫，何以治天下？我虽为读书人，可洗手为母亲煮鸡尽孝，有何不可？你既然为谢家妇，这样生火做饭的事怎好让男人干？我既为谢家妇，那这等事便是我谢家的家事。我谢家如何做饭，难道还要得请示两位村长？还是两位村长也跟其他人一样，一双眼睛也盯在这鸡上面？还是说村长家买不起一只鸡？等会儿我与二郎去找村长写份录音和文书，我们明日一早就单独上路。你这话说得好没意思。扔下一句胡闹，便拂袖而去。我们该选哪条路？加上弟妹拿回来的粮食，咱们其实绕路也勉强够了。林中若有其他大型野兽，恐怕不安全。二郎，你说呢？我觉得咱们不管选哪条路，恐怕都有人阻拦，但是绕路被阻拦的可能性更高。从1个月前便有人传言，永宁村之所以遭灾，是因为谢怀谦霉运照顶。恐怕不管哪个队，为了避免这种情况，都会选择将谢家排除在外。都是我连累的家人。等会儿我与二郎去找村长写份录音和文书，我们明日一早就单独上路。啊，那我们走哪条路啊？我说了，你们便跟着我走吗？你说走哪条就走哪条。当然走林子里啊。谢怀谦便喊上舒婉去找村长写单独的文书。北山呐，再如何你也是舒婉的父亲，不如你去问问他，能不能匀一点粮食给我们。当日文书签得明白，你要是有脸你去，我是不去。我是后娘，你也是后爹吗？当爹的快饿死了，找女儿要粮食不是应该的。你再不闭嘴，前头县里先将你给卖了。我为你生儿育女，险些死去，结果你便如此对我，竟还要将我给卖掉。明月啊，你去找你大姐，你以前不是跟你大姐感情最好的吗？爹，快去！明月呀，咱们一家人能不能吃上饭就看你了，不然咱们一家真的要饿死了。姐姐，明贵，你跟我去好不好？胡闹！你弟弟是家里唯一的希望了，你怎能让他去犯险？谢家二郎霉运加深，万一传染给他呢？舒婉好歹是家中长女，知道娘家困顿，
不该主动送点东西过来吗？大姐，怎么，你父母让你来的？你爹已经把我卖了，我如今是谢家人，再称呼也是谢叔氏。我姓舒又如何？你曾经是我妹妹又如何？在签订卖女文书之时，你便不再是我妹妹，他们也不再是我父母。呸！恶心！你们的做派令人作呕。大姐，你怎能如此？爹娘和弟弟都快饿死了呀！爹娘卖你也是无可奈何，做子女的怎能记恨父母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你在这儿教我做人，他尚且不怕被人诟病卖女，我又有何怕？滚！最后舒明月是哭着跑回去的。他说的话与其是说给舒明月听的，还不如说是说给舒桂山听的。舒桂山面上又羞又恼，竟一屁股坐在地上昏了过去。谁敢欺负我娘子？就瞧见了谢怀谦竟举着柴刀过来了。我说的不对啊？娘子说的对，娘子心怀良善，是他们不识好歹。你这读书人竟不觉得我这样做过于无情？天底下虽无不是的父母，可他们都肯将你卖了，又算得了什么父母？父慈子孝，首先要父母慈爱，才有儿女孝敬。若父母都未做到慈爱，为何要强求儿女孝敬？你说的不错。哎，有动静。什么动静？哎，有野猪！野猪？野猪在哪儿？逃荒的日子实在太苦了，粮食都没得吃，更何况肉。别管那么多，拉上车子找地方躲起来。我们不去抓吗？抓？没点本事去抓野猪，那不是找死吗？大哥，我们谢舒婉呢，咱们这就躲起来。几乎顷刻间，众人的喜悦变成了惊恐的尖叫，因为很多人发现野猪并不好对付。谢家的车子越跑越远，过了许久，谢怀慎才停下。舒婉，哎呀，这孩子，大晚上的他一个姑娘家多危险！我去看看。你拿着柴刀，有危险你就快点回来。哎，舒婉，这野猪可不是你一个人的，现在是否该和大家分享一下？野猪何其多，你说分就分你了，让开！我们要是不让呢？谁敢欺负我娘子？就瞧见了谢怀谦竟举着柴刀过来了。舒婉，看在同乡一场的份上，你好歹分我们一些。今日之事……话没说完，舒婉一脚已经踹了过来，另一人面露惊恐，顾不得兄弟情谊，连忙跑回人群。被踹倒的那人被踹得胸口积郁碎裂，再也不敢招惹他们二人，扭身冲回村里。你想问什么？没有什么想问的。其实他内心已经掀起惊涛骇浪，舒婉到底如何得到的野猪？什么都不知道，切，就知道你这当后娘的迫不及待卖女儿，还丢了大金镯子呢。我杀死的，一刀毙命。这种情况过于危险，你日后莫要一人犯险了。你以为我是为了谢家？我是为了我自己。我知道。我身体如今也弱着，我需要保养身体，你们收拾一下，我休息一会儿。唉，你何必如此？舒婉没吭声，闭眼便睡了过去。逃荒的队伍喜忧参半，因为杀猪之人不好统计，最后在各自村子范围内的归各村，再由村长做主，每户都分上一些。徐宁村那2个后生没讨到好，便私下说了谢家得了一头野猪的事。那是大家的猪肉，凭什么让他们一家得了？必须得让他们还回来。那要去你去，那野猪说不得已经沾了谢二郎的手，那谁还敢吃啊？就是啊，你不是舒婉的母亲吗？你去要就是了。你们知道什么？我们什么都不知道。你们知道什么？我们什么都不知道。切，就知道你这当后娘的迫不及待卖女儿，还丢了大金镯子呢。那时便是舒婉救了我们娘俩。舒婉，方才多谢你救了芸娘母女俩。没事，不用客气。我有件事想跟你商量一下。你说。你们想必要走林子是吗？能否与我们一路同行呢？你怎知我们要走林子而非绕路？我们如今一家4口有这一头野猪，路上省着点吃是足够绕路而行的。因为谢二郎的特殊性，那些人不会允许谢家继续与大家同行的。那你不怕谢二郎的霉运？霉运？我们狄家还不够倒霉的。跟我们搭伴走没问题，但是你们的生死以及其他，我们概不负责。
同样的，我们如何，你们一家也不用负责。一家人与谢家隔着一段距离，一前一后消失在林中。前不过2里地，有狼与野猪正在打架。我们此时要么往西绕一圈，要么顺流而下。谢家休息时，狄家也停下休息。一路同行也是缘分。那，你送过去给狄家吧，他们若是介意就算了。舒婉便提着大骨头过去，狄家众人很是震惊。这是给我们的，要吗？如果介意就算了。怎会？转身从骡车上掏出一个陶罐，用粗瓷碗装了一捧大米。同伴间也该常来常往，而非我家一味的占便宜。当日祖母带着孩子，份里护下一点粮食，如今将粮食赠予恩人，他老人家想必也会开心的。都说谢二郎霉运照顶，霉运照顶之人也能吃上肉。有些人否极泰来也不一定，游方道士的话也不可尽信。当初村里多少后生想去舒婉，哪个成功了？可谢怀谦就娶到了，这难道就不是福气了？忽然远处传来一声狼嚎，这是狼的声音。怕了？是有些。两家人停住在原地，一动不敢动，凝神听着周围的动静。而此时狼嚎声时远时近，舒婉闭上眼睛仔细聆听，在又一声狼嚎传来时，眼睛睁开。我们往西边去。咱们不是为了避险才离开西边的，现在回去岂不是自投罗网？往前不过2里地，有狼与野猪正在打架。我们此时要么往西绕一圈，要么顺流而下。咱们也不是一直顺流而下，绕过去打架的地方也就罢了。我跟你们走。两家仍旧高度戒备，小心翼翼在林中穿行。到了一处平坦地带，舒婉停下。今晚就在这儿休息一晚吧。这些粗一些的树早不知长了多少年，几个人一人一根树杈倒是很合适。狄家人瞧在眼里，便在附近也找了一棵粗壮的树。还看呢？幸好天气黑，不然他这张大红脸绝对毫无遮掩。舒婉却突然坐直身体，目光朝狄家方向看去。谢怀谦留意到，便顺着舒婉的视线看去，就见不远处草丛里竟藏着一只眼睛绿油油的东西，而狄家父子却是无知无觉，正低声说着什么。身形从树杈上一跃而下时，多了一张弓弩，在狄家父子震惊中射出一支弩箭。草丛中的野兽受到了惊吓，立刻逃窜。舒婉，你回来！舒婉停住脚步，看着已经跑远的猎物，微微皱起眉头。跑了？在这林子里，咱们还是走在一起比较好。万一出了什么危险，如果遇上危险呢？那我是你夫君，自然要挡在你的前面。我的确病弱，却也是个男人。只要我们的关系存续一天，我便该护你一天。舒婉笑得更开怀。舒婉，你说，我是认真的。哦，认真的又怎样？要他以身相许，美的他。谢怀谦见他态度如此，便知他想法。不管你如何想，我都是这样想的。好在后半夜平安无事。白日里行走时，舒婉也会挖些野菜，没想到谢怀谦却挖了一些据说是草药的东西。哎，你别动，我来。人参啊，得从这么一圈里挖，不然根须会不完整。舒婉看着这大个头的人参问道：哎，这人参有多少年了？这个至少20年，待会儿问问母亲，她兴许知晓。听闻人参都生长在苦寒之地，没想到这边竟发现了人参。人参都生长在苦寒之地，没想到这边竟发现了人参。如此名贵东西，还是不要放我这里的好。是担心你的霉运让人参失去药性？那完了，你已经握着这么长时间，恐怕早就失了药性。嘿，哄你玩呢。人参此物对生长条件要求极高，此地虽也有，却是极为罕见。这人参是舒婉发现的吧？舒婉还未应声，谢怀谦已然应是。我先前便说否极泰来，舒婉便是我们谢家的泰来。这一路遇上不少倒霉事，可哪一件不是因为舒婉化险为夷？舒婉，你是谢家的恩人。舒婉竟有些不知所措。不说这些，这人参既然是你发现，那便是你的，你仔细收好便是。
舒婉也没矫情，将人参收了，又四处打转找其他草药。中午时分，舒婉找到一片田栖，才将谢怀谦喊来，便看到对面停了一只落单的野狼。转过身去，我与你一起。转过身去，当即从空间中取出弓弩，几乎一瞄准就射了出去。只是没料到那狼反应也极快，竟往旁边一闪，躲开弓弩，而后呲牙朝舒婉凶猛的低吼，弩箭扑哧一声没入皮肉，野狼痛呼一声摔倒在地。谢怀谦，我可以回头了。谢怀谦飞快转身，就瞧见一匹野狼已经倒地，他忙过来检查一番，发现狼已经死了。你把狼给杀死了？难不成还有第二人？瞧着谢怀谦的表情，舒婉意识到自己可能是吓着这男人了。不过至于这么大惊小怪吗？难不成女人只能在家绣花做饭才叫好？啊，舒婉真是太厉害了。这声夸奖我收了。你能给狼剥皮吗？这狼皮以后能用吗？我不行，这个恐怕得让我哥来。那交给你处理啦。娘，我是他的夫君，可我却发觉我根本无法护着他，反而是他要护着我，这种感觉很不好。你想报答我所做之事？养家糊口本该是男儿所为，如今却劳累你，我心中愧疚又不安。既然如此，那你便记在心里，有朝一日若飞黄腾达，借我一条大腿抱抱足矣。借大腿一抱，抱大腿，怎么抱？眼瞧着谢怀谦的脸越来越红，别多想。傍晚时分，众人已经走出了足够远的距离，两家人找了一块开阔地段安营扎寨，而后分头行动，在周围找水源。你是担心舒婉？娘，我是他的夫君，可我却发觉我根本无法护着他，反而是他要护着我，这种感觉很不好。舒婉有本事有能力，却偏偏选了你，那你可知为什么？为了逃离舒家。这恐怕只是一方面，我认为他其实是相中了你的，不然想要脱离舒家，他能做的选择多得多。他既然选了你，便说明某些方面你符合他找夫君的要求。既然如此，他不嫌弃你也愿意，何必去计较谁亏欠了谁的事？只要舒婉不觉得这是亏欠，那你便没有亏欠，你可以记在心里，用你毕生力气对他好。我认为这才是一个有担当的男人。我们是夫妻，这是事实。这世道艰难，做女子更难。倘若有一天舒婉离开谢家，又该何去何从？殊不知，舒婉最初的想法是谢怀谦去世，她好做一个快活的寡妇呢。走一步看一步了。嫁人与不嫁人都有烦恼，做寡妇与不做寡妇一样有烦恼。万一谢怀谦一副病歪歪，两格电撑全场呢？我喊你了，但是你没听见。夜里凉，待会儿我来唤你。你能发现威胁？舒婉，我能喊你婉娘吗？舒婉嘴角抽搐，想都不想。喊我舒婉便好。这是什么鬼名字？年纪轻轻喊什么娘？前头县里咱们是休整2日再出发，还是直接采买完东西便去往随州府？舒婉发现宁氏问他时，谢怀谦兄弟也在听着，似乎都在等他做决定。那你认为呢？庆林县距离随州府尚且有100里地，路上走得快，减少停留时间，或许走个3、5日便到了。若是在庆林县停留太久，恐怕会碰上后头的队伍，恐生事端。所以我的想法是，停留1晚，拿到路引便直接出发，避免与后头大部队碰上。先去省府打探消息，若是省府官员态度暧昧，那我们继续往前走，到清河县去。那你与狄家人说去。我去。你怕什么？他们既然敢跟咱们一起穿越密林，还能怕那劳什子霉运照顶的传闻？如果他们当真介意，那后面的路咱们便可以自己走了。这话让谢怀谦觉得颇有道理，一咬牙直接去了狄家那边。狄广平父子俩认真听了谢怀谦的分析，深以为然，当即答应了谢怀谦的说法。舒婉靠在一棵树上假寐，耳朵却时刻听着周围的动静。我喊你了，但是你没听见。
夜里凉，待会儿我来换你。你能发现危险？那我陪你聊聊天，说说你读的那些书。四书五经，你想听什么？你随便讲讲。凤娇啊，不是我心狠，是舒家过不下去了。等到了前头的杏陵县，我们将明月卖了吧。不行！扔下大符已经叫他心痛如绞，如今再扔下一个，比要他命还要厉害。夫君呀，旁的事我都依你，大符我们也已经扔下。大符不是你亲生的，明月总归是吧？大符不是你亲生的，明月总归是吧？这次如果卖了女儿，下次又会卖谁？明贵那是舒家的根，肯定不会卖，那么能卖的就是我了。卖了一个女儿，又扔下了一个儿子，村里人看我的眼神都变了。那你告诉我，接下来该怎么办？爹还是准备卖我了，怎么办？到底该怎么办？前头再走，估计就能到村子了。咱们要不要进村补给呢？此时节去补给，村里人肯卖东西给我们吗？我也拿不准。如果在我们之前就已经有逃荒队伍路过，那么可能就是闭门羹。若我们是头一批，兴许还能补给一下，换取一点粮食。不管哪种情况，我们才不能外露，只留一些铜钱，换取能够到镇上或者青陵县所用便可。最重要的是补给水源。啊，成，那这事儿我们听你的。两家密邻中相互扶持7、8日，俨然以舒婉为主心骨。无论谢家还是狄家，似乎已经习惯此事。这是怎么了？二郎不知何时起了高热，现下已经说起胡话了。哎呀，都怪儿子睡得太沉，竟没能觉察他的变化。这可如何是好？硬是想起舒婉会点医术，便道：不如你给二郎把脉，咱们在林子里不也囤积了一些药材，看看哪些能用得上。我瞧瞧，你先去做饭。又将忧虑的谢怀慎打发去水坡子打水，趁着板车的遮挡，舒婉给谢怀谦用体温计量了体温。好家伙，直接39度9了。舒婉把了脉，又在脑子里思索了一下风寒的药。舒婉给他吃下退烧药，又装模作样的给喝了一些中药。如何？2刻钟估摸就能退了。这样快？当然。您不信我的医术？我信。您不信我的医术？我信。他如今运气已经不错，若放在以前，林子里那几回都够他躺个几年了。舒婉瞥了眼已经睁开眼的谢怀谦。我与您恰好相反，我认为恰恰因为他的好运才能逢凶化吉。真的倒霉之人一次便能没了命，哪可能躺个10天半个月便能起身恢复如常啊。隔天傍晚，两家人终于赶在城门关闭前到达。守门的士兵检查了他们的路引，又瞧着他们一行人的做派，瞧着不像流民，这才放他们入城。直到此时，两家人这才松了口气，脸上也露出笑意。咱们是找间院子居住，还是住客栈呢？因为换路引之事，估计还得多停留1日。想到其他逃荒队伍估计没有那么快追上来，倒也没那么担心。在靠近城南的地方找了一间破院，每天给50文钱。看着眼前破旧的院子，舒婉沉默了。与野外最大的区别就是有间破屋，两家人分了2间屋子，稍微收拾一下灰尘，便各自安顿做饭。趁着做饭的空档，舒婉准备出门逛逛。需要我与你一起吗？行，正好看看书肆是否还开着，给谢怀谦买书。我对古代的了解实在是太少了，也得看看有无可靠的大夫，再给宁氏和谢怀清把脉，能用到的药材用上，用不上的干脆卖掉。就我那3脚猫的水平那就算了，可别在这古代去丢人现眼了。以前不觉得，现如今瞧着这一缕缕炊烟都觉得安稳。两人一路看一路走，偶尔谢怀谦会拦下一个不着急走的商贩问2句话。谢怀谦皮囊不错，性子也好，很容易获得他人好感，问一些话也比较容易。明日一早分头行动，让大哥跟着狄荣去办录影之事，我们带母亲过来瞧瞧，顺便也给你把脉。好，我家还有一点存银，欠你的还需要慢慢还。
我家还有一点存银，欠你的还需要慢慢还。舒婉瞧着他，好半天没言语。谢怀谦有些懵。啊？怎么了？你不是已经以身相许了？谢怀谦惊诧，脸嗖的就红了。舒婉，你莫要在人前这样说。那人后就可以了。人后可以。将谢怀谦往旁边一带，将人抵在墙上，然后靠近。人后怎么以身相许啊？他呆滞地看着近在眼前的女子，然他此时的羞涩少年模样反而令舒婉觉得愉悦。怎么不敢看我？是因我太好看？谢怀谦面如红布，双眼被迫对上舒婉清亮的双眸。舒婉才开口，舒婉已经松开他的下巴，笑着往院子里去了。你们倒是赶趟，我再煮一锅野菜汤就能用膳了。二郎这是怎么了？兴许是害臊了吧？什么？饭后天已经黑透，宁氏拉过谢怀谦道：我在旁边的屋里单独给你们铺了草席，你与舒婉去那边。有心想再嘱咐几句儿子，让他莫要逞强与舒婉同房，又想到舒婉的态度，算了，剩下的娘也不说了，你自己看着办。以身相许，我行吗？谢怀谦也不知道，毕竟他没有经验，只知道他身体一直不好，半死不活的这么多年，他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行。但舒婉既然提了要求，那作为她的丈夫，似乎也不该推拒。行不行的先试试，万一行呢？兄弟俩一起洗的时候，谢怀谦忍不住去看大哥的，一看之下又不觉得自己哪里差了。谢怀谦得出自己不差的结论后，便仔仔细细的将自己洗干净，又把头发清洗了，甚至还仔细的将口腔清洗干净，确保没有异味被嫌弃，这才算完。这2日还得赶路，也就你这般讲究。洗完又出来，发现舒婉也在院子里。在想什么？想着怎么活下去。我活着一日，辩护你一日。我会努力读书，早日考取功名。瞧了眼宁氏特意安排的房间，舒婉有些怀疑宁氏的用意。帅哥虽好，也忒弱了些。倘若谢怀谦再是个脱衣有肉的，说不定我能将人扑倒。就如今，行不行的我都表示怀疑。细碎的月光随着他进入，让他看清里面的情形。当面的地上铺着2张靠在一起的草席，谢怀谦规规矩矩、老老实实的，跟躺板的一样躺在那儿一动不动。舒婉轻笑，还未过去，似乎就察觉到对方的紧张了。舒婉来了兴致，脱了鞋上了草席，对着谢怀谦躺下。谢怀谦的呼吸都粗了起来。你在紧张？谢怀谦浑身都在发烫，也在紧张。他知道舒婉就在他旁边。你不是说要让我以身相许吗？怎么，你打算以身相许了？如果你需要。舒婉挑眉，谢怀谦面红耳赤。但我仍与你说个明白，虽是你需要我以身相许，但这种事与成亲相同，于男子而言并不吃亏，于女子而言却不一样。这世道对女子本就苛刻，我是没有与你和离的想法的。答应与你成亲，便是答应与你过一辈子，但我不能保证你不会后悔。我只希望，如果我愿意履行夫妻之事，而你也能做好决定，让自己不后悔。舒婉，你会后悔吗？舒婉轻笑，伸手去扯他裹在身上的毯子，结果一掀没掀动。舒婉问：怎么，不乐意啊？哦，没有。那你这是闹哪样？让我剥茧子？谢怀谦咬牙将毯子掀开，眼睛一闭，说：娘子，来吧。舒婉闭了闭眼，叹息一声，默默地伸手将毯子拉上。娘子，来吧。舒婉闭了闭眼，叹息一声，默默地伸手将毯子拉上。你是嫌我太弱？是又如何？睡吧，是我想多了。说起来，我觉得你这张脸很好看。舒婉的脸更好看。不一样，你是男人，我是女人。谢怀谦，等稳定下来，你就与母亲一起调理身体，顺便
将身体锻炼起来吧，不然就你这副德行，即便有幸进了贡院，恐怕也不能竖着走出来。古代的科举，看电视的时候看过，无不是说进去贡院关上几天，出来时很多人直接晕倒啥的，可见辛苦。就谢怀谦这病歪歪的模样，想要坚持下来，没个好体格可不行。想着方才看到的那2排排骨架，舒婉很难生出旖旎的心思。就算要吃，那也得先将人养肥了；再练出了肌肉，否则食之无味，或者没2下就废了，那还有个屁的劲儿。多锻炼吧。如何锻炼？听我的。我能答应，但我怕这身子骨不争气。我倒觉得你就是欠操练。知道了。答应锻炼。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我谢家夫君都是疼娘子。睡了。他并不知晓，在他睡着后，谢怀谦复又睁开眼，伸手摸了摸脸，多了些细心，再摸摸肋骨，又不禁叹气：弱，太弱了，可怎样改变？早饭后，谢怀胜跟着狄荣去办一家人的路演，舒婉带着谢怀谦母子俩去外头药铺问诊。我这身体也就这样，舒婉可以不必费心，倒是二郎需好生瞧瞧。你2人若不能好起来，很多事只能我去做。你们若能好起来，我也能轻快许多。若觉得过意不去，您大可以让怀谦代为偿还。您怕什么？那便如此。宁是不知2人昨夜如何相处，还觉奇怪。瞧着儿子那样，宁是有所猜测，虽有担忧，却又觉得二郎不是逞能之人，或许真行。大夫，我儿究竟有何病症？大夫，您说便是，我受得住。不是那回事儿，令郎的脉象有些奇怪，瞧着不像有病，可偏偏又有很多得病的症状，着实奇怪。他自小便是如此，找过许多大夫，都是如您这般说辞。兴许是别的缘由，但老夫学艺不精，令郎这般也没其他法子，只能开一些进补的汤药。至于是否有效，老夫也不知晓了。那劳烦大夫帮忙开药，我们还有一些药材，不知您这儿收不收？就是药方上你划去的那些？也不全是，药方上这些我们留着，剩余的倒是可以卖。如果您这儿收，待会儿我便带来给您看看。行，那你们尽管带来。那些药材卖了钱，我便还你。你觉得这样就能还得清啦？这男人也忒容易脸红了，就这样的考上科举为官，不得被人吃干净了。舒婉琢磨了一路，谢怀谦便偷偷地观察了他一路。跟你打一架？没兴趣。那个男人有什么好的？病病歪歪的。到了外头街上，舒婉借着衣袖的遮挡，从空间里取出之前那个大金镯子，直接奔着当铺去了。掌柜的拿过去斟酌一番，给了15两银子的价格。给我，不当了。姑娘或许可以再想想，我家当铺在庆林县也算是大户了，去其他家恐怕都当不上这个价格。之前就跟谢怀谦打听过，金子兑换银子也得看成色，成色好的兑换的自然也高。这镯子做工精美，成色也好，至少在这县里你找不出第二个比这镯子更好的来。40两，死当。你这是漫天要价。那你还我。二人你来我往好半天，掌柜的头皮发麻道：30两，多1两也不要了。好，30两。舒婉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正待交易，门口突然进来一人，黄彪似乎也没料到在这儿遇见舒婉。哎，阿彪啊，你这是怎么了？被谁给打了？快跟舅舅说说。黄彪瞥了舒婉一眼道：出门没看路，被夜猫撞了一下，不小心摔墙上去了。舒婉则径直朝着不远处的书肆而去。我没事，我先走了。哎呀，你这孩子，你娘都没了，我不管你谁管你啊？你回来！
直到进了巷子口，舒婉才回头看向黄彪。是觉得脸不够疼？我想跟你打一架。没兴趣。那个男人有什么好的？病病歪歪的，看着一拳头都能打死了，就因为他那张脸吗？就凭一张脸还不够吗？你如果有那么张脸，兴许我也能多看你2眼。可惜啊，你没有。舒婉干脆将东西放下。啊，行吧，打一架。说完，直接朝黄彪攻击过去，第一脚重重地踢在黄彪的双臂上。还打吗？再来。打吗？再来。不过几招的功夫，黄彪就有些落败的迹象。谢怀谦担忧舒婉，便出来查看。不料正碰上2人在巷子口对打，一拳打出去，将黄彪狠狠地灌在地上，闷哼一声：“你不行，长得不行，本事也不行。”舒婉小心！一个侧踢，又将黄彪踢飞出去。走吧。师父在上，请受徒儿一拜。舒婉和谢怀谦俱是一愣。我黄彪从没有服过谁，但我今天服了你了，希望你能收我为徒。在2人震惊中，砰砰又磕了几个头。我可不想收你这个徒弟。一个谢怀谦还没改造好呢，再来一个，可杀了他算了。你不答应我就不起来了。那你就跪着吧。师父既然发了话，那我便在这跪着，哪儿都不去。谢怀谦回头露出一个笑意，黄彪不禁皱眉，越发看不上那小白脸，除了一张脸有什么好的？哎呦，彪哥，你这是做什么呀？就算为了娶媳妇儿，也不能低声下气呀。那女人既然成亲了，你就算跪着又如何？还是赶快起来吧。我不是为了娶妻，我是为了拜师学本事。哎呦，彪哥本事已经够大了，在咱们庆陵县已经是个中翘楚，何必跟个女人学本事呢？你们知道个屁呀！滚滚滚！彪哥，滚蛋！左思右想之下，又起身往家里飞快跑去。谢怀谦站在门边上瞧了一眼，人已经走了。舒婉对律法感兴趣，你觉得我会喜欢这玩意儿？那不如闲暇时我教你认字。你是想与我红袖添香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可我有这个意思，毕竟你这张脸下饭。谢怀谦突然咳嗽起来，撕心裂肺的咳嗽。我似乎许久没有这样咳嗽了。所以我给你带来了好运啊，所以啊，好好报答我吧。舒婉，舒婉，那个赖皮竟然跑门外跪着了。舒婉，那个赖皮竟然跑门外跪着了。不是已经走了吗？是啊，现如今跑外头来了。舒婉往大门口去瞧了一眼。师父，我家中已经没有其他亲人，从此你就是我的亲人，你去哪里我就去哪里，你如果不答应我就不起来。你这是上赶着强买强卖。甭管是不是强买强卖，这师父我是拜定了。舒婉，我瞧着他似乎挺有诚意的，若不然收了他。我不希望舒婉与他有任何牵扯，他不是好人。你走吧，我不收徒。你不答应我就不起来。舒婉掉头就走，爱跪着就跪着。舒婉，吃晚饭了，明日还得赶路呢。黎明时分，谢怀谦起来开了门，却看到屋檐下正坐着一个人。你这是要打定主意，要死皮赖脸的跟着？哼，那又如何？难道你就不是死皮赖脸？谢怀谦并未言语，转身进了院子。舒婉，那个黄彪还在门外，昨夜似乎在那儿淋了一夜的雨。若不然我便收下这徒弟啊，忍你来养，还是你家有多余的粮食给他？并非是我心软，实在是瞧着不像是善罢甘休的人，你去一看便知。师父，黄彪昨日已经打听到舒婉并非本地人，这才回去拿了行李。舒婉，你认识这位好汉？不认识。黄公子，我们这边上路了，希望你莫要纠缠。师父若是不答应，那我便自己跟着。黄彪背着包袱跟上去。舒婉，我们与他没有任何关系，人家爱怎么着，我能管得着啊？阿彪，你这是做什么去？快跟舅舅回家。舅舅，我心意已决，要拜师学艺，今日便跟着师父走了。日后您好好保重，跟舅母好生过日子。你若是这般走了，他日我如何面对你的父母？今日我心意已决，舅舅莫要再劝，我这便走了。如果你不能变成强有力的大腿，
那你也别怪我换一条。舒婉等人走出一段距离，谢怀谦回头一看，顿时睚眦欲裂，那厮竟然又跟了上来。那黄彪又跟上来了，他愿意跟着，跟我们无关。有了骡车，赶路就省力多了。傍晚时分，骡车在一路平坦地带停下。等安顿下来，舒婉可得好好给我做个计划，锻炼一下身体。当然，你不想练都不行。好歹是自己挑中的大腿，如果一辈子连个秀才都考不上，还当什么大腿？如果你不能变成强有力的大腿，那你也别怪我换一条。世俗对我来说都是狗屁。我只想……怎么，你也想拜师啊？那不成，你教我也是夫妻之间的事儿，我是要给人做师丈的。不一会儿，黄彪从池塘那儿回来，手里竟提着一只肥硕的野鸭。师傅，这是徒儿孝敬您的。舒婉瞥了一眼野鸭，又看向谢怀谦，却见他咬牙切齿。谢怀谦将野鸭提了起来，扔回黄彪那儿。公子的好意就不必了，我谢家还能吃得上饭，就不劳黄公子费心了。这是我孝敬我师傅的。你师傅？你师傅是谁啊？磕头敬茶答应了啊？黄彪，你如此做派，只会让我觉得厌烦。我不会收你为徒，仍旧不收你为徒。你死了这条心吧。即便你跟着我去了府城，哪怕跟着去了京城，我不收仍旧不收。你做再多也都是无用功。真的不行吗？那当我是一个同行之人，我可以写保证书，绝不再犯以前的错误，行吗？那不关我的事，这路不是我家的，我走的你也走的。说完，舒婉便回了谢家那边。那么接下来我又该何去何从？你再讲讲科举的事。科举考试大体分为秀才试、乡试、春闱和殿试。秀才考试人数最多，也最麻烦。先在各自县里参加县试，县试过了，再去府城参加府试和院试，府试过了便是童生，3场都过才是秀才。您不要卖我，谁也不许卖我的明月。秀才考试每年都有，但乡试和春闱却是3年一回。那你当初考到哪一步啦？我每回县试都能顺利通过，但府试时便有各种问题，不是高热便是拉肚子，或者路上干脆无故晕倒，所以如今我连童生都不是。所以你第一步要先考取秀才功名，而后进入县学或者府学，才能参加接下来的乡试。只盼有一日能早点考上秀才，进入县学，听取先生教导才好。明年必须考上秀才。谢怀谦一怔，想到如今跟着舒婉后，他的运气似乎已经好转。好，我定会努力的。此时距离随州府只剩下40里路，明日早起赶路，赶在中午大约能到达府城。这一认知让两家人都很高兴，希望能在府城安顿下来。等安顿下来，我便去找份活干，总能养家糊口的。我能抄书赚钱，反正我是不干的。搁上辈子他尚且有文凭有能力去赚钱，到了古代他都沦落成文盲了，就靠着空间里的存货，他也能一辈子吃喝不愁了。唯一欠缺的就是一条强有力的大腿。瞥一眼身边弱不禁风的谢怀谦，舒婉忍不住叹息一声。庆陵县北城门外，舒家4口看着高耸的城门，嚎哭不止。他们到了金镯子，但是钱没了。舒桂山瞥了眼舒明月，吓得他直接跪下了。爹，你不要卖我，不要卖我！我们到府城去，到府城我出去给人打零工挣钱。爹，您不要卖我！谁也不许卖我的明月，不许卖！即便舒桂山现在想回头去卖，守城的士兵也不会放他们进去了。恰在此时，徐宁村村长一家也从北城门出来。老匹夫，你还我银子来！可考取了功名？说来惭愧，曾经考过2场，却因得病没能考完。老匹夫，你还我银子来！若非对方透露出去，旁人怎么可能知晓他身上有那么多银子？徐宁村村长的儿子慌忙上前拉开，而后将舒桂山狠狠地打了一顿。呸！没有证据的事情，你在这里瞎咧咧什么？几个青年壮汉将舒桂山又打了一顿。我们走。谢家众人早起便出发，一路不停。晌午时分，
终于到了随州府城外，只站在城门外便能感觉出城门的高大巍峨，即便是守城的士兵瞧上去也非庆林县所比。在此时，是平头百姓还是逃荒之人，似乎一目了然。两家人不由庆幸，在庆林县时便收拾得干净整齐。待到检查两家人路引时，谢怀谦上前作揖拱手回答，将逃荒缘由也说得极其的高大上。你们来的也是时候，知府大人已经收拢一些城外荒地，只等你们到了呀，分配地方开荒种田。我等虽也是逃荒而来，半路上穿越密林，也通过卖草药换得一些银钱，无需麻烦官府，只求知府大人能收留我等入城安家落户，我们自会解决自身问题。日后不论是人头税还是其他税，我等也绝不推辞。你们自去与几位负责的大人说去。说完，对方领着两家人往城内一处屋舍而去，里头坐了几名官员，门口挂着一块木牌，上面写着流民安置所。谢家由谢怀谦出面，狄家由长辈狄荣。待两家人说出想法时，负责官员也是惊讶：可考取了功名？说来惭愧，曾经考过2场，却因得病没能考完，如今还未考取功名。那官员听他言语，便出了几道题目，让谢怀谦当场作答。谢怀谦信手拈来，答得毫不费力，